男人穿越到平行宇宙，靠着系统养了一堆小弟，成立了江湖最强暗杀组织。正当男人打算一统江湖的时候，一队人马来到他家，扑通一跪，请季少爷随我们回京。你们是在找我？季少爷，没错，就是你，别磨蹭，快上车。来人，请季少爷上车。哎，等等，今早买的菜，这菜一看就是便宜货，不要也罢。我还没吃饭呢。来人，去打包点吃的给季少路上吃。听说川西豆腐脑不错，给少爷款上。我的行李还没收拾呢。来人，把这房子打包搬走。不用了，想想也是些破烂物件，就不用麻烦了。少爷还有什么要吩咐的不？豆腐脑加辣。来人，豆腐脑加辣，给兄弟们也来一份，找我报销。就这样，不到1炷香的时间，吉火就一脸懵的被装进马车，风风火火的朝京城赶。一路上，吉火再三确认，终于明白自己是周朝武将之首，大将军纪孝雄的小儿子。失散16年，现在把自己领回京都去认亲。吉火一阵无语，他努力16年，好不容易混点基业，结果现在跟他说你是个富二代，根本不用努力。那我这么多年都白努力了，我现在躺平还来得及吗？姬火倒是没有怀疑真实性，他还依稀记得自己原本是大户人家的儿子，但被仇家追杀，一个老婆抱着自己在雪天走了许久，才躲避的仇家。但老婆没几年就去世了，也没跟他说身世，只给了他个火字玉佩，所以他爹居然是当朝第一高手纪孝雄。这都什么事儿啊？姬火只觉得脑瓜子疼，这些人突然就过来，他都没来得及做出相应的布置。要是那些小崽子知道他突然被逮走了，也不知会闹出什么事。算了，他们应该找得到我的。一行人白天都在赶路，到临近天黑时，终于找到个客栈，在里面休息。还请季少在房间里休息，这荒郊野外的，莫要到处走动。领头的认真嘱咐一句后，就哐当把门关上了。片刻后，小二就送上了丰盛的饭菜。吉火饿了一天了，直接大快朵颐起来。忽然间，房间内陡然出现一把旋转的红色油纸伞，红纸伞下的是个小女孩。小姑娘光着脚丫飘在地板上，伸手用内力隔绝了房间声音，才乖乖坐下。小红糖这么快就来了呀？奖励你的。人家看着你跟新娘子一样进花轿里，然后就跟了一天，走得我腿都快断了。这鸡有毒。剧毒。菜有毒，饭也有，可惜了这一瓶白瓷儿酒，下毒后味道就变了。人家跟了你一天，腿都快断了，好不容易休息一下，你还让人家吃有毒的肉，这就是男人。别老是看那些坊间话本。你还没成年，不能喝酒。人家跟了你一天，腿都快断了，好不容易休息一下，你还让人家吃有毒的肉，还不让喝酒，这就是男人。让天罡族往京城方向移动，京城之前的情报网太少，也该扩大了。杀心剑诀的是怎样了？这是杀手堂的不传之秘，除非是他们的顶级杀手，不然很难得到完整心法。第7和第15到现在只得到前3层，杀手堂和我们好几次有业务上冲突，双方都有伤亡，想得到这本武学太难了。我们就缺一本合适的武学给这帮小崽子练。杀心剑诀正好合适，我记得杀手堂总舵就在京城不远吧？让地煞组都来京城，我亲自出手。你要对杀手堂动手？有了杀心剑诀，对他们都很有好处。听说你是将军失散多年的儿子你要去京城当公子哥了我也不知咋回事，人在川西坐，锅从天上来，让天罡组赶紧扩展京城的业务，那边肯定是出啥事了，不然不会突然有人来找我。你要去京城当公子哥了这事还真说不准，说不定我不是纪孝雄的儿子呢。你要去京城当公子哥了安啦，我就算当公子哥也不会不要你们的。他们不是飞熊军的人，这批来找我的人穿的是京城禁卫军的铠甲，外面埋伏的人比他们更强。不管他们，安心吃饭。骤然间木窗破裂，一道漆黑人影如同利剑般直射而来，手中寒光闪烁，一刀就朝吉火脖子劈下。吉火伸出左手，中指食指张开，轻轻一夹，没夹住，刀刃砍在2指之间的肉里，发出金属铿锵声，连道白痕都没砍出来。你好逊哦！金钟罩铁布衫，就算是金钟罩铁布衫，也不是没有破绽。还以为你会抓起来审问一下哩。来接我去京城的人是禁卫军，这些杀我的人是阻止我去京城，都不是吉府的意思。而我去京城唯一的效果，估计就是对纪孝雄产生影响。禁卫军都死掉了他们好菜哦。本来就是京城的守城军，据说很多都是有关系进去的，算是铁饭碗，
常年只知道吃海参能有什么战斗力。在那儿杀了他。我来。不用，你不适合出手。接你的人都死光了，你还要去京城吗？对哦，去吧，来都来了，你先回去给他们说声吧，我在这儿等等，估摸着要不了多久就会有其他人来接我。若是二公子出事，大公子肯定会狠狠责罚我们。前方怨气冲天，红云遮日，必有杀孽。谨记。来了呀！这少年似乎没有强者气息啊！一个弱鸡坐在这么大堆尸体里悠闲喝茶，不是神经就是变态吧？二公子，大公子派我来接你回家。我认得你。2年前大公子来找你时，我便跟在大公子身边，那时见过二公子一面。原来那家伙是我大哥呀！走吧。恭迎二公子回府。你是哪位？末将吕水，目前在飞熊军里担任第2营随军参谋。谋士，飞熊军伙食还挺好。二公子若有机会，可以来军中看看，他们个个都是人才，说话又好听。走吧。就这样，一行人在路上骑马狂奔。原本按照吕水的想法，是直接日夜兼程赶回京城，结果走到一半，在文先生的强烈要求下，才找了个地方休整。一下马，文先生就龇牙咧嘴的跑去歇息。他可不是那些莽夫，这来回2趟身子骨都要颠坏了。吕水嫌弃的看了一眼文先生，随后就兴冲冲的独自跑去给激活打野味儿去了。先生很少出远门吗？倒也不是，某时常和大公子出远门办事，只是未曾像这般粗鄙。二公子，客栈里那些人，你觉得他们是怎么死的？同归于尽。没错，文先生大才。我也觉得是这般。二公子可曾骑过马？骑过。我之前观二公子颇为拮据，怎么会骑马？你觉得我是怎么会的？以前为了讨生活，偶尔接触到的。没错，先生大才。我也觉得是这般。忽然，月光暗淡了下来，四周陷入了一片黑暗，毒瘤篝火在黑暗中闪亮，天空中划过一片浓密的乌云，乌鸦的惨叫从中凄厉地响着。大妖出行，我就说晚上不能在荒野里过，地上这么多篝火，那些妖怪极易发现。文先生随手捡起一片叶子一甩，叶子迅速变大，将整片营地都遮蔽了下去。都别出声，咱们躲躲就过去了。这是术法。一叶障目，小把戏。天空中那片乌云快速飘过，那股庞大的气势也随之消散。只是原本喧闹的森林在乌云离开后依旧陷入死寂，久久没有恢复。就在这时，吕水回来了。你们没事吧？刚才好大一股妖气，真是吓人。你呢？没吓着吧？还好。我给你讲，这荒郊野外的山精妖怪多得很，而且最喜吃人。是吗？是啊。嫡媳，警戒！二公子好眼力，一眼就认出他不是人。文先生就不好奇吗？这有什么好奇的？传闻飞行将军从小天生神力，力大无穷。之前我以为这是坊间谣言，做不得数。现在看二公子也是这般神勇，才知所言非虚，果然是虎父无犬子。文先生，二公子，你们没事吧？刚才好大一只妖云飘过去了。站住！小三儿，你活腻了是吧？是不？放他进来吧，是真的。怎么回事？一只刚化形的狼妖，可能是刚才大妖经过，飞行军的御火阵散了出去，把这妖怪吸引过来了。没想到先生看上去斯斯文文的，动起手来也跟咱飞熊军的将士差不多，走的是真男人路子。要不我给将军说声，让他把你从大公子那里要来，咱飞熊军就缺你这样的人才。一边去，你看看几年下来，你哪儿还有谋士的样子？我若是去了，也变成你这样，怕是祖师爷要降下几个天雷劈我。这狼妖是二公子杀的。二公子不愧是季将军的儿子，果然大力。那个，我提醒一下啊，狼通常是群居动物。男人面对几百只狼的围殴，一剑将头狼毙命，但一旁的人非但没有称赞，反而开始大骂了起来。你不是术士吗？你在玄门骑术呢？文先生，自从咱进了飞熊军，发现撸起拳头杆可比术法好使多了。有辱玄门，有辱玄门呢！一连几日赶路，在文先生都受了一圈后，一行人终于见到了京城巍峨的城墙。城墙上的刀剑斧刃劈砍的痕迹，还有岁月在巨大石块上侵蚀的痕迹，彰显着这个城市的古老。二公子见到的京城，其实已经翻修扩建过多次，早就不是原来的模样了。那为何看着还有这么多战争的痕迹？
显得古老，特意加上去的呗。有岁月感，就连石块都还特意用烟熏过。二弟，你来了。吉火对着纪君红拱手。2年前他的境界还不够，但如今已然能够感受到面前的纪君红那一丝血脉的亲切。看来我还真是纪孝雄失散多年的儿子，早知道就不努力了。大哥，我是不是来的不是时候？不，你来的正是时候。你的住处我已经安排好了，在北边的一个院子，离我住的小院不算远。院子里家具都是齐全的，你也没什么行李，直接住进去便好。京城这边的情况有点复杂，一会儿我再和你说说。父亲在书房里等你，你先去见他一面吧，他估计快等不及了。对了，小红堂呢？他怎么没来？他呀，晚些时候过来。你院子的房间里有间是给小红堂准备的，等他来了直接住进来就是。那就多谢大兄了。你自己进去吧，一会儿出来了去我院子找我就行。好。进来。怎么感觉这个姿势是摆出来的？父亲，既然他们把你接来，那你该知道你是我儿子，是我的血脉。我知道。身为宗师级高手，你一进来我就能感受到你和我的血脉联系，你确实是我儿子，这一点我已经确认了，你无需担心。哦，达到宗师级后，会有天人感应，武者直觉也会觉醒，许多事也能知道，虽然说不清道不明这种感觉，不过确实存在。哦，你来之后安心在府邸住下，之前在外面漂泊多年，是苦了些，等以后若是想做什么了，给我说声便可以去做。哦，不许仗着是飞熊将军儿子的身份在外胡作非为，欺压百姓，若是被咱发现，咱会打断你的腿。哦，要尊重兄长，君红是个好孩子，平时遇到不懂的多问问他。哦，这不对呀，这小子不应该哭着喊着抱在我怀里，然后我满脸嫌弃，说教一番男儿有泪不轻弹才是嘛，这咋跟我想的不一样？我这严父形象该怎么树立呀？你可有事要问？我母亲怎么死的？仇家追杀落下病根，你也是因此失散。几年里他郁郁寡欢，就去了。仇家呢？杀了。那没了。没了，这才不到半炷香吧？失散多年的父子相认啊，则不该有说不完的话，演个2、3集嘛。你可有想过日后想做什么？躺平可以吗？你在外漂泊多年，现在想放松一段时间也是正常的。日后呢？你想做什么？我选择躺平。我找先生教你读书识字，日后考个功名，进朝为官怎样？我选择躺平。进飞熊军，从小兵做起，日后指挥兵马攻城略地，开疆拓土，成就不世之功怎样？我选择躺平。从商怎样？我选择躺平。死臭小子，实在可恶！也不知二弟说了些什么，父亲居然发这么大脾气，不痛快，实在不痛快，真想揍这臭小子一顿啊！你可曾习武？学过些拳脚功夫。可以呀，就算我没催动魅力，但普天之下能接下这招的可没几个。不对，这臭小鬼刚还说他只会些拳脚功夫，这叫只会拳脚功夫，居然骗老子，得打一顿。可以啊，这老头虽然我没催动魅力，但也是20-30种红练功大圆满境界，城墙都能撞个窟窿，居然差点招架不住。不对，一见面就想揍儿子，不当人做，我要发力了。父亲，你们聊完了吗？我带二弟去看看他住的地方。哈哈哈哈，你很不错。其实我也没这么好啦。这个臭小子真会撞。父亲，你们聊完了吗？聊完了。你带着小伙去他的房间吧。不错呀，什么时候见的？在我前年见了你后，回来就让人见了这里。那时其实我就想接你回来的，只是当时局势还很复杂，你回来可能会有危险，就想着过段时日再说。后来我就放弃短时间要你回来的打算。这是为何？2年前我临走时给了你300两银子，过了2个月后发现你还住在那破屋里，所以我就放弃了接你回来的打算，顺便把暗中保护你的人都撤了。我这个人比较念旧，那个破茅屋住着舒服，就不换了。我想也是。这次让我回京是怎么回事？这事儿说来也挺无辜的。当今太子和4皇子争皇位，原本父亲为首的武将都是保持中立，剩下的文官则是分别归属2位皇子，所以拉到武将的支持就是很重要的一票。你的事不知怎么被4皇子知道，才闹出这么一出。所以4皇子才派禁卫军来接我，太子一党的人又想中途截杀，才闹出这么回事。没错，其实你又没有死在路上，截杀你的人又是不是太子的人也不好说。就算你死了，4皇子也可以把这事儿赖在太子身上，也可以得到武将的支持。你若是没死，
他帮助父亲找到你，也可以得到武将的支持，怎么做都不亏。若是我所料不错，怕是现在满城的人都知道我被四皇子找回来了吧？没错，在禁卫军刚出发的时候，京城里就有风声了。不痛快也没办法，现在双龙争地，京城局势本就紧张，所有人都在盯着，我们也不好做什么小动作，只能说现在时机未到。咱只是山沟沟里出来的混小子，不懂官场那些虚头巴脑的，也不喜欢。我就想问问，四皇子身边有高手没？你想干嘛？先不说四皇子身边是有高手，就算他出了什么意外，这个时局明眼人都知道是我们动的手。行吧，那我先不动他了，我先出门逛逛了，晚些再回来。别挡道！看什么看？不可能！哪里来的臭小子，看我用10层功力教你做人！这绝对不可！哎呀，神经病！你站住！奶奶居然被一个小屁孩鄙视了，是可忍孰不可忍？此乃我梁国独有秘术，能给予我越阶挑战的实力。这招下，莫说在这京城，就算在梁国，能接我这一拳的年轻一代也没有几个。小子，我不管你是哪里蹦出来的，今天惹上我，你死定了！吃我一拳！下头男。男人打遍京城无敌手，为18人车轮战都没输过，结果去吃饭时被一个弱不禁风的路人一巴掌打进墙里，抠都抠不下来。第二天男人去敌国朝堂挑衅的时候，又看到那个路人蹲在角落里啃鸡腿。诸位也知道我师弟近日摆下擂台，只是至今未逢敌手，相信在朝堂上一定能找到能和我师弟一较高下的年轻高手，让大周和梁国的年轻一代在武道上能共同进步。大周难道青黄不接，连个敢和我二师弟打的人都没有吗？大周以武立国，现在习武的人都没有了，何方鼠辈，胆敢暗算我？不愧是我儿子，身为武者就该直面任何挑战。上吧，为父支持你。好，你就是飞熊将军的儿子。我听闻几公子弱不禁风，不会武艺。不好意思，我是老爹的二儿子。失散多年，从小在西北长大，昨儿个才回的京城。哦，居然还有这种事！师弟，有事之后再说。既然如此，师弟你这是作甚？大师兄，要不以和为贵，咱们不比了吧？你可有什么事儿？我肚子痛，对，我肚子痛，估计是水土不服，疼痛难忍。肚子痛，刚刚挺能吃的呀，都啃了1只烧鹅、2只鸡和1条羊腿，莫非是吃太快噎着了？既然他身体不适，那就别比了，咱吃饭。且慢，那就由我和季公子讨教讨教。大师兄，哥，你别说话。你确定？那当然。实不相瞒，家师时常提起飞熊将军，一直想着何时能再战一场。在下也早就想和飞熊将军的徒弟交流一番，只是听说飞熊将军一直没有弟子，一直颇感遗憾。有这机会，有某自然不会放过，请几公子赐教。你和他谁更强？二师弟是代义拜师，而我自小便是家师养大。懂了，那便来吧。散开，把位置都腾出来。看招！大师兄，你没事吧？你早知道他这么强。有意思。几公子当心了，我要认真了。且不山大肠，可恶！那就攻你赵门，以速破之。这是哪里来的怪物？我连一招劈空掌都接不住。大师兄，要不咱别打吧？你让开！折扇公子游捉，我说这名儿怎么这么熟悉呢？阁下既然知道我的混号，那想必也是江湖中人。敢问是何方高人？我不过是个村里小子，没什么外号。拿出你的真本事吧，只是靠这一手折扇18达的功夫，是打不赢我的。既然如此，纪少侠可要小心，这是我从未在江湖上施展过的看家本领。小心，这是飞廉的绝学御风手。卫兵，保护陛下！滚！别打扰朕的兴致。国师这一手可了不得，封本无形，困笼之中破坏力会更大，真是好手段。你个老匹夫，我不是要我给这小子开的后门？不必了。我飞熊的儿子要战便战，战则胜，堂堂正正的胜。说得好，这才是我大周二郎。可，不过老纪啊，你说归说，手别抖啊。只希望这个游捉绝学没学到家，不然小子危险了。随手一挥就能成术，不愧是当朝国师，就是高级。这是结界吗？对外的感知都被封锁了，不知道我能不能一拳打破。急火御风手我还练不到家，每次出手都得拘其片刻。多谢你等我这么久。不用客气，我也挺想见识飞廉将军的顶级武学。如此便好，看招，风起！哎呀，看不见了！
第一次看到绝学，这就没了。我酒都拿来了，日内我退钱。这就是我的真本事。起火，你挡得住吗？黄蜂啊，听我号令！大师兄，没事，晕过去和脱力而已。恭喜继二公子弘我大周之威！恭喜恭喜！二公子有我，侥幸赢了。这可不是侥幸啊！能在那样的风暴中活下来，便已经是大周年轻第一人了。你甚至连衣服都没烂。不对，你连衣服都没烂，发型都没乱，运气好而已。就这样，晚宴又热热闹闹的继续了起来。因为吉火刚刚出了风头，不少朝中大臣都来和他敬酒，那些年轻一辈更是抱着打架你在行，喝酒不见得也行的想法跑来找吉火拼酒。晚宴过后，吉火醉醺醺的回到家中倒头就睡，一直到第二天早上被纪孝雄大笑的声音吵醒。吉火揉着脑袋走到院子，发现纪孝雄正大笑着和小红堂在聊天，纪君红则一脸无奈的在一旁站着。是吗？小伙以前还有这种糗事？对啊，哥哥做的糗事多了，他还偷偷去看村里的寡妇洗澡，还被追了3里地。小红堂那天晚上等了他好久都没回来，饿了好久哦。该罚，居然让可爱的小红堂饿这么久。就是，熊爸爸你是不知道，哥哥常去外面偷鸡摸狗的，一去就是好久好久。小红堂小时候一直饿肚子，你看看现在都长不高。哎呦，真是心疼死我了！以后小红堂就在这儿住着，谁欺负你熊爸爸就揍他。真的？那当然，你看看熊爸爸这肌肉，这腰板，谁敢不服？哇塞，熊爸爸好厉害！嘿嘿嘿嘿，小红堂真怪。这是闹哪出啊？二弟，你醒了，感觉如何？还行。醒了？不是，你这变脸太快了。这丫头一定是太久没做任务，皮痒了是吧？你这小子，我告诉你，小红堂已经是我一女了，你若是欺负她，小心为父铁拳伺候。父亲，对，父亲一直想要个女儿，若是你没有流落在外，估摸着也是被当女儿养的，大可不必。现在看来你走失也是件好事，至少给我带回来这么可爱一个乖女儿。堂堂，你再等等，我们马上就开饭了。好呀，熊爸爸你是不知道，小红堂从川西一路跟过来，早就饿了。真是心疼死我了，老马呢？赶紧让厨房上菜！没看到我的宝贝女儿饿坏了吗？堂堂，再等等，马上就上菜了。你小子居然让堂堂独自从川西追过来，路上多危险！还好堂堂没事，若是他有个3长2短，休怪我铁拳伺候。不是，你这变脸也变得太快了。吃罢饭，吉火带着小红堂去认房间，看着四处打量的小红堂，吉火开口说道：“你以后就在国公府住着，也不用去出任务了。”啊？可是我想去杀人哎，天天这样待着好无聊啊！你现在是飞熊将军的义女，怎么天天想着杀人？谁让你直接来国公府，还把我便宜老爹哄成那样？他现在看你比看我欢喜多了。人家大老远跑来，为你忙前忙后到处跑，还帮你管教各地的小崽子，平时还照顾你衣食住行。你现在连杀个人都不让我杀，负心汉！小红堂讨厌你！你衣服是我买的吧？买菜、做菜、洗碗全都是我做吧？你还挑3拣4逼我去4海酒楼当了1年厨子，偷师学艺，就连衣服都是我洗的。说起来，你小时候被人贩子用棒棒糖骗走，也是我大半夜杀人全家救回的你。啊，笨蛋哥哥在说什么？小红堂不知道哎。滚蛋！那就这么说了，以后除非是那帮小崽子遇到搞不定的任务，不然你不许出手。哦。话说，你这身行头要不要换下？一直是这身太容易被人怀疑了。不要。那把鞋子穿上。不要。那你是怎么跟我老爹说的？一个小姑娘天天光着脚丫跑，脚上都不沾泥，这是正常人吗？我给熊爸爸说我得了一穿鞋就全身难受的病，他信了。还掉了2颗小珍珠哎。6，不过你得注意下，平日里别显露武功，毕竟你现在还挂在通缉榜上呢。知道啦，笨蛋哥哥，我们晚上出去玩吧，那里有风的味道。哇塞，你兄长好了解你啊，一眼就看出你喜欢翻墙。他在污蔑我。这个10岁小女孩是杀手榜第7的红伞，作为灰色人物的她，不仅不躲着官府，还敢带着象征自己身份的红伞在6扇门乱转，其原因竟是因为她的粉丝。杀手榜第7，还是个小女孩，红衣、赤脚这些词都是很让人有女侠梦的。现在有不少江湖中人也是这身打扮，不少地方衙门之前想抓红伞，结果抓到的都是单纯的喜欢红伞的人。现在衙门抓人都不看这身装扮了，这就是异界版的角色扮演。这小红堂的粉丝还不少。没错，杀手榜第7红伞就是小红堂。吉火带着小红堂来6扇门，不是来跳脸，而是最近一个富商被杀，有目击者称凶手正是红伞，但小红堂并没有做过，所以吉火借着大哥的关系，跑来6扇门查查案件细节。因为小红堂的这身红伞同款的打扮，捕快才乐呵呵的提了一嘴。而且红伞仇家不少，
也有不少人作案也是这身打扮，不过那些都只是爱好。这次我能看出来，人家是针对红伞，也不知是哪些人在针对他。这个倒是看不出来，不过估计这个杀手还会作案。若是夜里在街上逛逛，说不定就能遇到。二公子这些日子晚上别出门，晚上不安全。季某记下了，多谢提醒。当天晚上，吉火就和小红糖蹲在了大街的房顶上，手边一大堆从夜市上买来的宵夜，一边哼哧哼哧的吃着，一边等着冒牌货现身。不过他们运气并不好，当晚并没有蹲到人。就这样，两人连续4、5天都是大晚上的蹲在房顶上哼哧哼哧的吃吃喝喝。那人怎么还不来啊？好几天了都，再这么下去我就真要吃胖了。6扇门的人也跟去了，我们不方便出手。那我们就这样看着，远远跟着就好。那人是故意引起骚乱，他应该有把握逃出6扇门的追捕，那时就是我们出手的时机。他是故意的。刚才那声惨叫是他发出来的，经常杀人的都知道，一击必杀的话是不会发出惨叫声的。对哦。贼人休走！红伞出现了，快来人！你便是杀手榜第7的红伞，不过如此。不错，我便是红伞。小红糖，这是你被黑得最惨的一次。原来传说中的红伞长这个模样，倒也别致。可惜妆化的还没教房司的姑娘好。我就喜欢这样，你管得着吗？真恶心，我实在忍不了了。吃我严寒一枪！红伞果然是徒有虚名，就这数字杆儿，阴雷手，红伞用这个。是不是我眼花了？刚才好像看到有个红色的影子过去了，气死我了！居然踩到人扔的暗器，那红伞怎么搞的？会喜欢这种打扮？打架的时候不怕硌着脚吗？动手！魏红仙，我就说你杀不了红伞，你还不信？现在打脸了吧？他也只是想挑战传说中杀手榜第7的红伞，能有什么错？飞鸿剑，若是你不敌也无妨，等我们把红伞杀了，今晚来妾身房间，妾身好好安慰你。费了这么大周章，就为了挑战红伞，还请我们几个来略阵。你们当杀手的，对职业的名次这么看重吗？段堡主坐拥一方，自然是不明白我们这些当杀手的苦楚。若是能进了前10，那出手一次的分量就不是那么简单了，得加钱。飞鸿剑，记得把这次的报酬给我，我先走了。我咋觉得飞鸿剑不行啊？姐，你可知道不可以说男人不行？看吧，我就说这话不兴说。你们一起上吧。哈哈，段某早就等不及了。他究竟是什么脾气？居然这般可怕！小心，红伞的内力有古怪。同时出手，我们比拼内力。好，我就不信他的内力比得过我们几人。就凭你们还想杀我？这小东西居然还敢来相助！不是啊，那边来了个更猛的。小心，这声音有问题。大宗师居然这么年轻。都抓回去。是。哇哦，哥哥好强哦！一出来就把他们吓晕了哎。你早就可以打赢他们了，还拖这么久。这不是好久没打得这么畅快了吗？你又不准我挑战那些高阶的武者，我只能和他们玩玩了。如果不是你出来，我都还想再打会儿呢。京城人多眼杂，藏龙卧虎，我是怕你再打下去会引起高手注意。你别忘了，京城明面上至少2个宗师。知道啦，知道啦。吉火越来越婆婆妈妈了，就跟老妈子一样，毕竟已经是16岁的老男人了。小红糖要理解，要理解。什么叫16岁的老男人？我才16，还是个孩子。好多人14岁都娶妻生子了，你不是老男人是什么？对吧？吉火叔叔。叔叔？为啥你不找一个？单身挺好，你怎么会问这个问题？这不像你会关心的事儿。熊爸爸偷偷拉着我，就一直在打听你可是有喜欢的人。听到没有后，就很着急说要给你讨个媳妇，还问我你喜欢什么样的。那你怎么回答的？我就老实说呀，我说你喜欢王二叔的媳妇、李叔的媳妇、村口的王寡妇，还有二牛新娶的媳妇。也不知道吉火为什么会有这种奇怪的癖好，好别致哦。等等，你真是这么说的？你为什么会有这种错觉？因为你一直盯着他们看啊，所以你是喜欢这样的吗？那不是人家路过，就多看几眼嘛。若是他们是敌人假扮的，还可以提前警示。吉火又骗人，明明喜欢半夜趁我睡着后，还偷偷去看那些小媳妇洗澡，还带着小二他们一起去，现在还不承认。偷看的时候笑的就跟熊爸爸差不多，口水都流了一地。我只是带他们团建去了，你莫要冤枉好人。等等，你就这样原话给老爹说的？是啊。老爹是什么反应？他好一阵都没说话。等我和他解释解释。
这事儿应该能说得通。还有救，不然我形象就全毁了。不止哦，大兄也在。多一个大兄问题应该不大，只要我好好解释，他是能听得进去的。不止哦，还有谁？还有管家，好几个侍卫，婢女。哦，对了，飞熊军的人那时也在。什么东西碎了？大概是我的风给吧。对了，急火！你现在已经是宗师了。不是，我只是这2天见了老爹，有点感悟而已。从下午开始就没人出入了。五哥，会不会他们知道我们要对他们动手就跑了？可能性不大，如果不算上老大，我们的实力和杀手堂差不多。杀手堂堂主除非是剑一哥或者地煞5号以上出手，不然我们都拿不下来。他们就算知道我们要动手，依照杀手堂的脾气，也只会等着我们上门。那是咋回事？36，你看看啥情况？怎么样？不知道为啥，我看到那里总是有点心慌。心慌？只有唐家镖局吗？好奇怪，我看你们都觉得心慌，不对，是看所有人都好心慌。不过看那里是最难受的，心脏跳得最快。叫上所有人离开洪州地界。五哥，我们得到的命令不是盯梢杀手堂，等老大过来吗？所以你们都离开，我亲自去唐家镖局一探究竟。五哥，要去我们就一起去。不用了，我心意已决，若是没出事，我活着回来，老大问起，我便一力承担，大不了就是被小红堂毒打一顿。我进去后若是有事，会想办法把信格传出来，到时你们便告诉老大，让他提前过来。五哥，你别吓我好不好？你这话说的跟交代遗言一样。这是命令。是。这是什么时候的事？3日前，前时他们在洪州界外等了许久，最后就只收到飞哥传书给出的这个布条和杀心剑诀秘籍。这个妹妹把哥哥坑得好惨，到处宣扬她哥哥和曹丞相有相同癖好，吓得当朝皇子见到他哥哥都要护着自己的小媳妇。但他哥哥已经没有心思管这件事了，因为他刚收到了兄弟执行任务时出事的消息。居然是魔这个字，和魔沾边的东西，可没什么好事。你告诉其他人都不用来洪州了。之前毁灭杀手堂的任务取消，让他们该干嘛干嘛去，我亲自去调查。另外，天罡组严查洪州那边的动向，随时把消息递给我。是。还有，把这秘籍抄录了。天罡地煞组的108人赚全本，其他的教众按照功勋分传秘籍。老大，就你一个人，小红堂呢？他也不去。他呀，上学堂去了。啊，真的啊？那我可得带兄弟们去好好笑话一下。之前被他揍的地方还肿着呢。二弟，这是钱多多钱庄的钱掌柜，和我颇有交情。前23见过季大公子，原来是钱掌柜，幸会。大兄，我有事要出远门一趟，你记得给老爹说声，可能10天半个月回不来。若是父亲问起，我该怎么说？瞎编就行，你找我。这是媒人们安排的给你相亲对象的画像，我原本还头疼你都不喜欢这些官家小姐，该怎么劝你？现在看来倒是用不上了。大可不必，我也不喜相亲。这是父亲的命令。大兄，时间紧迫，我先走了。好，对了，你出门的话离洪州远些，那里出了个凶人，把洪州给屠了。什么凶人？不清楚，只知道死了不少人，现在下落不明，估摸着附近的村庄都会被屠杀个干净。朝廷估计过2日会收到消息，到时应该会派高手过去。不对啊，我刚收到的消息还是前5第一时间发出来的，你是怎么知道的？而且你都得到了洪州被屠的消息，我还没得到。大家都是飞鸽传书，难道你的鸽子飞得比我快？好嘞，大兄，我不会去洪州的。路上小心，若是遇到朝廷的人或者当地官府附近的军营，记得把我给你的令牌拿出来，他们都会给我个面子。好，让他们看看有什么飞鸽传书的高端方式，或者质量更好的鸽子。好，老大。远赴人间惊鸿宴，一睹人间盛世颜。这棵树长得太没公德心，实在可恶，丢死人了都！倒是个呆子，看衣着，似乎是大周哪个官家子弟。喂，好巧。我不叫喂。那你叫什么？楚雨胚，忌火。哦，忌火，好巧。好巧，我这是在背调戏吗？哇哟，这边的雨水是真的多，我都好久没见过这么大的雨了。在想什么呢？我和你说话呢。你叫什么？我当你怎么这般奇怪呢？想问我名字就直说嘛，憋了这么久，哈哈哈，呆子。我告诉了你名字，理应你也该告诉我才对。我等了这么久，你都不开口，这根本不是我的问题。好好好，是我不对，我不知道江湖上的规矩。
我叫夏明长。好名字。我还以为你还会说出什么好听的词儿来呢。远赴人间惊鸿雁，一睹人间盛世颜。不错不错，真是好诗，还是第一次有人给我做这种诗词呢。当时至少距离50米，这都听见了。我白天时诗兴大发，随口吟诵了2句，只是正巧遇见了，没别的意思。说我好看就直说嘛，这般委婉干嘛？夸我好看的没有1000也有800，我都习惯了。还是说这就是你们中原人的含蓄？我从龙国来，早就听说了中原的江湖很精彩，就想来看看，没想到刚遇到的江湖人就是你这般的。这个世界上有4个国家：龙国、赵国、周国、梁国。大周和梁国天天打，赵国和龙国天天掐架，从龙国到周国得横穿一个赵国才行。那你可是真有空，大老远跑过来看。江湖夜雨，儿女情长，从小就听说了，此番有机会不来看上一看，始终觉得会是个遗憾。江湖啊！听到夏明长的话，激火感慨了一下。他的理解，江湖人就是穷光蛋。当初还没发家的时候，他那群小崽子蛊惑他当了一阵子山贼。当时他们都懒得抢江湖人，一看就知道兜里没几个铜板。后来还是靠他写坊间话本火了，赚了钱，才脱离了贫苦。他写的书里，江湖系列的话本卖得最火，倒是忽悠了不少门派弟子和官场子弟离家出走，想看看江湖是什么样的。看来面前这也是一个被他话本忽悠瘸的受害人。呆子在想什么呢？没什么，想到了一些事。一看就是在江湖吃了不少苦，正体味着呢。江湖没你想的这般浪漫，危险得很。我劝你还是早点回家算了。才不呢，我好不容易出来一趟，才不要这么早回去。再说了，我很强的，实力只有8、9品，而且气息混乱，脸色苍白，一看就是受了伤。不就是被江湖毒打了一顿，都这样了还不赶紧回去？你快过来看，应该有50年了，你就不怕有暗器啊？怎么说？他们两方的家族本有世仇，但他们在游历江湖中认识对方，还阴差阳错互相暗生情愫，最后发现真相，两人不得不举起兵刃指向所爱之人，甚至因为仇恨，让他们都无法面对自己的感情，最后在此破庙了却一切恩怨，最后同归于尽。临死前两人冰释前嫌，相互坦诚心意，用血书写下经历，含笑共赴黄泉。这么狗血吗？这便是江湖。你们中原人的江湖好残忍，就这样霍霍了一对有情人。他们若是早点知道对方的心意，就不会兵刃相向。那没办法，身处位置不同，有时就不能在一起。而且即使他们早点知道对方的心意，仇恨也不允许他们在一起。凭什么？我们龙国就不会这样？若是两人相爱，不管如何都要在一起的。即使互为仇敌也会。会，我们喜欢就是喜欢，绝不可能不说出来。我们龙国女子都是这般坦诚自己的心意，就算有仇恨，也可以为爱放弃。若是男的不同意呢？为何会不同意？若是男子是中原人，因为仇恨和立场不能在一起呢？中原人很看重这些，立场、舆论、家庭、亲情都不会允许中原人和互有血仇的龙国人在一起。若是这样，你们龙国人会怎样？那就拼了命都要在一起。若是男子不同意，还怎么在一起？那便把他抓回去，日日宠幸，夜夜承欢，只要让他反抗不了就行。仇恨、立场什么的都让他去死。好家伙，不要就算了。夏姑娘是要去哪？你要去哪？洪州。我想去江湖，你知道江湖在哪里吗？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你去的地方是江湖吗？算是。那我便跟你去，我想去看看江湖的宏图霸业、恩怨情仇、儿女情长。我要去的地方很危险。那也没关系啊，我可是高手。就你手里拿着的5两银子的破剑，8、9品的实力，现在还重伤未愈，也算高手。不怕死就跟我走吧。干什么的？在下祭火，管事的人可在？可是姬二公子。正是。二公子怎么来了这里？我要进洪州，可否行个方便？方便方便，公子请。开门。公子，洪州遭此大难，现在城里到处是尸体，里面的兄弟还在收拾，可能不是很好看。我晓得。全部都是一击毙命，看来对方实力不差，而且这种屠城的举动确实像入魔之人。来人可是姬二公子，下官洪州刺史桂安康。果然是继大儒的令牌。桂刺史，你看一眼就确定了？大公子早些年来过洪州，下官有幸见过一面，甚是投缘。感觉怪怪的。算了，现在不是想这些的时候。
二公子来此所为何事？我要去一趟唐家镖局。这个简单，让此人为二公子带路就是。二公子，屠了洪州的凶人现在已经南下，目前行踪不明。二公子这段时间出行请注意安全。死了不少人呢。魔人作祟，死的是不少。死了这么多人，为什么你看起来不难过？他们都是周朝的人。江湖厮杀，死伤在所难免。而且我以前遇到过饥荒，死的人比现在多了。凶人屠城，死的只是一城池的人。以前我遇到的官府不管百姓死活，千里白骨，一子相食，那赐死的远远不止一城。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若是我有能力，早点阻止凶人，少死些百姓，人间的不幸少些，也是不错的。钱武摸了尸体，然后这里有人一直藏着，等钱武来后才突然对他发动攻击。来人的攻势很猛，攻击性很强，气劲入木3寸，带着腐蚀性的力量。你那个兄弟好像没有死。男人得知兄弟遭遇不测，一打开院门就看到了满地的尸体。就在他哭得肝肠寸断，到处翻找兄弟时，忽然有人说他兄弟还没死。你看这里，这里，还有这里，两人缠斗了一番。你那个兄弟以逃跑为主，躲开了大部分的攻击。两人打到这里时，又缠斗了会儿，枪劲打碎了这张石桌，只是魔气入体。你兄弟的状态也下降不少，那凶人似乎状态也不佳，动作慢了下来。最后气劲扫到你兄弟，打破了他的衣服，应该是受伤了。然后那凶人就停止了攻击。你看我做甚？没看出来夏姑娘看上去呆呆的，倒是精通这勘察的本事。如果没有前半句，我倒相信你是在夸我。被他这么一说，这周遭的痕迹好像确实如此。依我看，那凶人似乎还保留着一定理智，应该是恢复了理智才停下的攻击。没错，那凶人一路往南，该是有目的性的，这说明他恢复了理智。依我看，那人和唐家镖局该是有仇怨的，说不定可以从这方面着手，知道那人的身份。仇家呀，唐家镖局是杀手堂总部，给钱就干活，仇怨无数，估计比洪州的人还多。这要怎么查？不对，既然钱武没死，为何再没传讯？有没有可能，你那兄弟是个痴情种子，凶人刚好是个婀娜女子，他一见钟情，便想用爱感化那个凶人？绝无可能，我那兄弟是个钢铁直男，一点都不会追女孩，很直那种。我也没看出你哪里会追女孩。那只是你没看出来而已，我手段多着呢。真没看出来。在得知钱武还没有死后，两人出了洪州，一路沿着魔人屠杀的路线追踪，追着，激活发现了不对劲，沿途中的江湖中人似乎变多了不少。在洪州时就遇到不少，那时我只以为他们是路过，但是看他们的路线，好像和我们一样，都在追那个凶人。两人又追到了一个新的村子，和之前其他村子不同的是，这次的村子并没有被杀干净，还有不少幸存者。从他们口中，两人得知那个魔人是一名女子，手中拿着一个冒烟的长枪，见人就杀。后来一个黑衣小伙子拦在了女子身前，不知说了什么，那女子才平静了下来。之后那小伙子就背着魔人继续往南走了。听到这个消息的季火一脸意外，没想到竟然真是个姑娘。季公子还说他是直男呢，现在看来人家勾搭小姑娘的手段高着呢。这一定是意外，说不定现在的姑娘就喜欢他那款。妈呀，万年老冰棍居然开始勾搭妹子，这是铁树开花了呀！他那款是什么款式？禁欲系。这是他留的信号，写的是点剑山庄，难道是魔人的下一个目标？按照路线，确实是一路往江南去的。只是这点剑山庄属于正道，对点剑山庄出手的话，怕是会惹下不少仇怨。不过这魔人一路杀去，倒是不差这些了。公子可是看出什么来了？走吧。在下刘三刀，敢问阁下名号？这几人从我们在第一个村子时就遇到了，刚才第二个村子也有他们，估计是觉得我们发现了什么，来试探我们的。在下游桌。游桌。果然是刘风扇，原来是折扇公子游桌，久仰大名。这话我还以为是乱画的，这还有名字啊？不过你们不认识游桌的脸，认识这把扇子。游公子，敢问你在那村子里发现了什么？也和我们分享一番。你猜？既然如此，那就让刘某来领教一下折扇公子的御风手。承让。不愧是折扇公子，在下受教了。若是不服，刘兄可随时来梁国与我讨教。我会的。游桌是我之前遇到的一个江湖中人，把他打败后，他一直惦记着找我报仇。这把折扇也是从他身上摸出来的，这次正好可以用到。咱行走江湖，还是得换个身份，掩人耳目才行，方便行事。哦，季公子看上去老老实实的，没想到也是个腹黑性子。你可别瞎说呀，我可是老实的很。就这样，季火和夏宁长一路往点剑山庄赶。期间，季火收到了23给他的飞鸽传书，原来他大哥得到了新的消息，
魔人手中那个冒烟的枪，疑似是龙国镇国魔器魔龙枪，传说当年被人黄剑斩成3截，下落不明，没想到如今居然再次出世。魔兵认主，只有魔兵若是没有得到认可，就会失去理智，滥杀无辜，和魔人屠戮的行为相符。但违和的是，如果失去了理智，不应该会隐藏踪迹。如今魔人隐藏踪迹，更像是拥有理智。除此之外，大哥还猜测，洪州自古都不是兵家之地，而且传说中魔龙枪失落的几个地方都离洪州很远，出现在洪州像是有人蓄意为之，很可能是哪一方势力故意将魔兵引入江湖。魔龙枪，我本以为是野史，没想到真的有。大兄的猜测估计8、9不离十了，就是不知道是哪一方。江湖人越来越多了，我们才得到京城的消息，他们是怎么知道的？估计是有人早就准备好，把消息散布出去了。他们来这里是为了阻止凶人，还是为了魔兵？自然是魔兵。江湖人逐利，就算是名门正派，也不见得是什么好东西。一件绝世魔兵，即使只有1/3，也足够他们倾巢而出。只可惜魔兵都不是这些普通人能染指的，他们来也只是白白送命。江湖厮杀，成王败寇，既然出了江湖，早就做好这个准备了。这次怕是因为魔龙枪，江湖要死上不少人。我现在也猜不透是哪边的人出手，目的又是为何？说不定只是想用这魔龙枪碎片，引得江湖争端，削弱中原实力呢？是有这种可能，可能是哪家的势力膨胀了，想统一江湖，先杀上一批再说。也说不定没有什么阴谋，只是见到那凶人其实是个可怜女子，就给他魔龙枪碎片帮他复仇而已。你不必为我做这么多的，我做事用不着你管。应该就是这个方向，别让那魔人逃了。你在此地等着，我去就来。深呼吸，别让他控制你的心神。你为什么要这般对我？我想做便做了，没有其他。你的时间不多，接下来的路也会越来越难走。我看你在沿途留下了记号，是在做什么？在等我老大，一旦他过来，这些危机就都不算什么。他会帮我们吗？只是我不确定老大什么时候赶到，说不定我们坚持不住了，他都没赶过来。现在只希望小红堂是跟着老大一起来的，老大认路的本事向来不太好。如果老大是一个人过来，那就只能等着他来收尸了。若是情况危急，我便……不许，你的身体承受不起。如果多次使用，别说最后一人，怕是就连点剑山庄你都解决不了。我觉得我还能。几天下来，你头发全白了，你再使用会付出什么代价？眼睛、耳朵还是寿数，你坚持得住，莫忘了你的血海深仇。可是你……我不用你管，既然答应了要帮你复仇，我便会走下去。你为什么这般对我？莫不是你刚见到我就对我情根深重？女人，你嘴巴放干净点。这几天的偷袭比之前多太多了，他们应该已经知道我们的目的。这些江湖人士大概都是被你手里的魔兵吸引过来的。今日的敌人和昨日的2波都是江湖中人，黑白2道都有，应该是想夺宝的。你要不要休息下？到点剑山庄山脚的镇子，我们再休息。我现在的状态比之前好上不少，若是还有战斗，我可以来。点剑山庄庄主是3品实力，在江湖上都是一流高手。若是你提前用了魔气，就算杀了他，下一个你更打不过。一切由我。街道空无一人，怕是有埋伏，小心！你们总算来了，在下大日庄树秋，高江庄苗贝，杨双庄段嘎。我们江南18庄听说有凶人屠城，沿途杀人无数，犯下杀孽，特来看看。若是有误会，大家讲和就是；若是确实如此，咱劝人放下屠刀，送去官府，也好捍卫我们江南正道的威严。那个屠洪州的凶人是不是你们呢？你们这些名门正派明明是想要人家的宝物，还说得如此冠冕堂皇，真是虚伪至极。陈驼子、狼牙苏、绿头婆婆，你们这些江湖败类也不当缩头乌龟了。怎么只准你们窥伺这件魔兵，就不准我们来抢？你放屁！你含血喷人，实是拉你！不接待，我们名门正派能叫强，那是因为感化魔头，光复正道，同时抽取魔兵，防止江湖再陷入争端。该死的！还想靠吵架生引出来的魔性好歹一点，居然被拿了。既然阴的不行，那咱就来明的。18庄的各位好汉，对付这等邪魔歪道不必讲什么江湖道义，咱们并肩自杀。虎哥，我们来了。不是让你们离远些吗？怎么还跟上来了？你们这么做，老大知道吗？我们当然是怕老大罚的，所以得多拉几个下水，大家一起分担老大的怒火也好。到时候被小红堂揍，也能多几个人一起扛。你们怎么也来了？老大只是说，我们乾坤教还不是暴露的时候，所以不允许我们大规模擅自行动。可是把人都杀了就不算暴露。你们是谁？我乃江南18庄舒秋，莫不是你们想与江南正魔2道为敌？杀！
这个神秘组织的首领是个路痴，小弟落难，他前去营救，结果连续跑错了好几个地方，好不容易找对位置，却听到手下在背后说他坏话。按照老大的速度，应该早就到了才是，怎么现在都还不见人影？我听说这次是老大独自前来，小红堂没有跟着，估摸着是迷路了吧？很有可能。这帮臭小鬼就知道诋毁我，看来他们很了解你嘛，还知道你不识路。这是诋毁，是诽谤。是吗？季公子，来时的路上你可是走错了好几次，如果不是我及时发现，现在指不定我俩还在哪个旮旯里。我其实再走2步也能发现。夏姑娘，你在这儿等着，我去就来。倒是不知中原还有这样一股势力。这位老丈，前方修路，一品进行。你是哪家的小娃娃？轻功好生了得。在下折扇公子游捉，尊师乃飞廉将军，希望老先生给尊师个面子。你是游捉？如假包换。放屁！老头子去年才见过飞廉将军，他那弟子比你丑多了。江湖中人多数是以兵器辨认身份，你这小子不知怎么摸来的流风扇，倒是装得挺自信，真当老头子眼瞎。老人家好眼力，就知道瞒不过你。去你的吧！油嘴滑舌的小子，当真不让我过去？不让，在处理私事呢。那魔龙江碎片是龙国魔器，入了江湖必然会引起腥风血雨，这显然是有人故意布局，想削弱江湖人的实力。老头子此次前来，便是想趁着还没酿成祸事前，把魔兵收走。如此，你也不让？不让。若是江湖死伤无数，你怎着承担？此间事了，我自会收走魔兵，不会让他流入江湖。至于这期间来阻止我的江湖人，江湖向来腥风血雨，也不差不开眼的来送死。好胆气，年纪不大，本事不小，就是力气也重了些。不知是哪家培养出你这般的小子？江湖人自然是江湖养。好一个江湖养！老头子就来试试你的边角，看看你是否有实力阻止魔兵入江湖。大帅飞手大圆满，金蛇手大圆满，这个少年居然能把我扫出的飞沙硬金蛇手一粒一粒全部捡起，这份眼力，对内地的入微控制，反应力，这是哪家的妖孽？不好！笑话，我只是没和宗师交过手，一品高手光是我叠加的属性就能玩死你。科科，不打了不打了！哎呦喂！我这浮尘可是贷了半辈子的款才做出来的，就来收个魔兵，怎么就打翻了？老丈如何？行了行了，知道你有实力处理这事儿，老头了就不趟这趟浑水了。你是哪家的孩子？在下游捉，家师飞廉，那浮尘不是凡品，能被我一拳没打碎的武器，怎么看都价值不菲。我要是自报家名，还不得被找上门要赔偿？滚你个泼皮小子！魔兵入室，你得提防些。龙国虽然离大周很远，不过能安全携带1/3的魔兵进入中原，没被魔气反噬的，本身就是高手。我怀疑那人就蛰伏在暗中，图谋大事。多谢老丈提醒，某心里有数。公子轻功好生了得，怕是天底下有你这般轻功的就没几个了。年轻时为了混口饭吃，偷鸡被村里人追几里地，时间长了就会了。那两人已经去了一段时间了。夏姑娘一直趴着呢。那当然啦，不是你叫人家待在这里的吗？看来那姑娘已经用了魔兵，之前一直听说绝世兵器，倒是第一次见到这般光景，即使只是1/3也有如此声势，果然气派。正常来说，绝世兵器没这般声势，这魔龙枪碎片应当是那姑娘沿途杀了不少人，把魔兵的魔气滋养出来了，才会如此声势浩大。只是她没有被魔兵认主，强行使用，估摸着会付出不少代价，也不知她能坚持多久。夏姑娘怎会如此了解？我家里的书籍很多，里面就有不少关于绝世兵器的记载，我闲来无事翻了翻，自然就知道了。原来如此。你别以为我们龙国地处北方就是荒凉的一片疙瘩，其实那边的文化也是传承数千年，很多你们中原失传的古籍，我们那儿都有哩。那夏姑娘可否告知绝世兵器和普通武器的区别？这个嘛，据我所知，最大的区别就是绝世兵器都有灵性，会认主。如果不是他承认的人使用，温顺点的就怎么都发挥不出该有的威力。若是脾气不好的神兵，比如这魔龙枪，你也见着了，那女子现在头发都白了。师哥，五哥会不会有事？五哥自有他的打算，我们能做的也就这么多了。没想到你也会来，我正巧路过，不是听说前5的事后，就召集人手快马加鞭赶过来的。你别多想。那没事，反正我们都得面对小红堂的，到时候大家并肩子上，挨的揍也少一些。我也想挑战一下小红堂，以报当年。如果小红堂全力出手的话，
你大概能撑20招。老大，老大，你怎么这么快就来了？我就说让你们动作快点快点，就是不听。夏姑娘，你也下来吧。大家好呀！哈，乖乖，老大从哪儿骗来的这么好看的女子？比村里的王寡妇好看多了。说什么话？她是嫂子。这位是夏姑娘，如果不是她，我现在还在路上迷路呢。夏姐姐好。你们好，你们好，不用拘束，你们忙你们的就好。老大，这么久不见你更帅了哎。你倒是更胖了，刚才表现不错。要的，老大，我表现的最好了。你进步的比我预料的快得多，剑法也和2年前不一样了。耶落悬崖，大难不死，习得神功。这就是你2年的经历？不，只是我经历的开始。这武学我会。你的奇遇便是你的，我不过问。是。你若是再修炼2年，应该就和现在的小红堂差不多了。和他过招，对你是有好处。老大，我下次再也不敢了。你觉得你做错了？老大，我觉得我没错，你要罚就罚吧。前5既然在之前把这些兄弟都交给你来管，那你就是最高指挥，你的一切命令就都是正确的。可是我违背了你的命令，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既然是你最高指挥，只要你认为对的，就可以去做，即使违背我的命令。只是你要记住，你的任何命令都需要对所有人负责。是，不过你还是做错了一点啊。有时候格局得放大些，既然都带兄弟们过来了，就多摇些人啊，把周围的弟兄都叫上。如果这次不是昆三正好赶到，你们怕是还吃不下这批江湖人。这不是怕你骂吗？那我得多骂几次，你就习惯了。记住，这世道太乱，我们的优势就是人多，感觉搞不定的就摇人，懂了吗？懂了。行了，你们收拾完，带着所有人都去京城找小红堂领罚，毕竟也是违背了我的命令。前5的事我来处理。是。刀快些，该摸尸的摸尸，该埋的埋，摸到那几个有赏金的，记得把人送去衙门领钱。不错吧？经常杀人的都知道，把尸体绑着石头扔进去后，没个10年8年的都发现不了，是个藏尸的绝佳地点。我们龙国杀人都不藏尸的，直接扔出去喂熊瞎子。这个方法倒也不错，生态又环保。不过中原这边大型动物少，不是很方便。在龙国地下暗流极少，根本打不了井。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这个。若是龙国的子民也能在家里打井，也不至于如此困苦。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你们羡慕我们水土方便，我们还羡慕你们个个人高马大，身体强壮，天天吃羊肉呢。中原的环境如此之好，你们中原人身体还这般羸弱，真是浪费了这绝好的地方。夏姑娘，若是你们龙国人来了中原，几代之后，身体也会变得和中原人一样。你们从小生活在马背上，可是来了中原，离开了马背，难道还会变得更强？不可能，我们龙国人不会忘记先辈的荣耀。环境会改变一切，你这么说太武断了。当龙国人在此定居，也只会适应这边的环境。脱离马背，选择靠山吃山，靠水吃水，这是自然的选择。你怎么知道？你又没见过。即使龙国人占了中原，也只会用这里的山丘策马奔腾，用铁蹄征战四方，只会更加强大。我和你争什么争呢？你们龙国若是想来中原，中间还隔着一个赵国呢。哼！吵啊吵啊，怎么不吵了？难得见到老大这么认真的吵架。玩去！好嘞，老大。刚才是我过激了，方才我有不对，哈哈哈哈哈哈哈，咳，有这么好笑吗？就是好笑。还有啊，刚才是你给我认错的哦，我可什么都没说啊！明明我记得刚才某个人也……我不管，刚我就是什么都没说。好吧，他看上去也不像那般直。此刻我倒是更希望他直一些，最好什么都不懂。这对那女子不是更残忍？不捅破这层窗户纸，也算不得残忍，给彼此一个体面。也是，不过我看他怕是自己都不懂自己的心思，说不得在最后他还是不清楚，只是在多年后明白过来，也只是一声怅然。莫不是你这呆子就懂这些情爱之事了？我告诉你个秘密。什么秘密？江湖上一小半的情爱话本都是我写的。怎么了？没什么。这么说来，季公子文采倒是挺好，哪天妾身定要拜读一番。啊，不是读江湖小说才来闯江湖的吗？没看过坊间话本，还是说因为从龙国来的，所以没看过？不过季公子会写那么多情爱话本，也不见得就懂情爱之事。为何这么说？因为最会写情爱的往往都是没经验之人。好啊，你调侃我。老大，什么感觉？什么感觉？老大，我擅自帮助他。他是有血海深仇对吧？他家之前有本秘籍，被杀手堂、点剑山庄庄主和紫殿峰联手把他家杀得干净。他也是机缘巧合才逃出来，然后凑巧得了魔枪碎片，才想着复仇。点剑山庄和紫殿峰听起来都是名门正派，怎么和杀手堂这个一听就是邪魔歪道的联手？这是夏姑娘，不用避讳。杀手堂暗地里和点剑山庄还有紫殿峰有交易，他们联手灭了江湖上不少家族。紫殿峰还为杀手堂培养杀手，人口买卖，逼良为娼。点剑山庄亦是如此。没想到这些名门正派还做这些事，
江湖的水很深，很多光鲜亮丽的门派私底下见不得人的事多了去了。就算表面是谦谦君子，背地里偷鸡摸狗的事也不少。那在季公子眼里，又如何判断一个人是否是真君子？若即使是君子，心里其实想着作奸犯科之事呢？论迹不论心，无论他心里究竟如何想，若他能装一辈子仁德，没有做过恶事，我都愿称他一声君子大丈夫。确实如此。那季公子写那么多情爱话本，又是如何呢？那些臊得慌的情爱话本是老大写的，居然从来没听人提过，也不知老大的笔名叫什么，以后可以偷偷拜读一下。小红堂应该知道吧？可以偷偷问他。那不是以前家里穷，为了养这些兄弟被迫营业吗？而且这又不算什么见不得人的事。那女子，我看她本性不坏，虽然犯下诸多错事，不过都是为了报仇，所以我便帮了她。沿途的一些痕迹也是我清理的。不对，应该不止如此。我记得你当初也是全家灭门才被我捡到的吧？这就对了。我帮她不是因为……我相信你。行啦行啦，我们都知道你不是因为他和你有些像才会帮他的。我只是在想，若不是遇到老大，我怕是早就饿死街头，怕是也会和他一般绝望。小心，这莫非是已经杀红眼，六亲不认了？这个女人被上古魔气控制，失去理智，见人就杀，屠戮了一整座城。但她见到面前的女人时，却像小孩子一样扑进女人怀里。乖乖，不怕不怕。像这种情况，要收起自己的敌意，表示自己是无害的，然后用爱和善意唤醒他。谢谢姑娘。你看不见了？我看不见了，还是能看见你的样子。看来窗户纸捅破了，只是这注定是悲伤结局。即使知道是遗憾结局，也会有无数人奋不顾身，飞蛾扑火。你真的写了很多情爱话本？我骗你干嘛？怎么还不相信我？我现在相信了，我也相信你未曾有过倾慕之人，因为经历过情爱之事的人是不会说出这般话的。你又懂了？这话可不是我说的，是我一个朋友，那真是我朋友，他的感情经历很丰富，时常在我耳边唠叨这些，烦死了。难道真不是无中生有？不过看他还对江湖有憧憬的模样，确实像是个初出茅庐的丫头，也不像是有什么感情经历的样子，而且他估摸着也看不上普通人家。你在想什么？眼神很不礼貌哎。我只是没想到你这么轻易就让他脱离了魔兵控制的状态。这些都是在我家的古籍上记载的，我也只是试一试。单凭古籍记载就敢上前一试，夏姑娘果然好胆色。那当然，我们龙国的女子也不缺男儿本色。小女子多谢公子和小姐相助。不必言谢，既然前无选择帮你，那我也会帮。不过施小姐，敢问你是如何得到这件魔兵残剑的？我是在无意中捡到的这东西，刚拿到手就感受到一股庞大的力量冲进身体，在这之后我便去找了杀手堂报仇。倒也是机缘，你接下来可是要去紫殿峰？是。既然如此，我们便去紫殿峰。你放心，既然答应帮你报仇了，路上的一切由我来解决。紫殿峰离这里还有几天的路程，考虑到诗雅看不见，起码即使两人同骑一匹，也不是很方便。众人便决定去最近的镇上休息一阵，然后再找辆马车慢悠悠过去。镇子自然不是刚刚山脚那个，那里的人早就已经被清空了。没过多久，几人便到了个人来人往的镇子，找了个客栈休息，一直到夜晚时分，姬火才默默翻出了窗户。这里不比到处有6扇门巡逻的京城，一到晚上到处都是飞檐走壁的黑衣人。不过大家都各忙各的，虽然人多，倒也相安无事。老大，最近情况如何？杀星剑局已经按您的吩咐传了下去，天罡地煞组都在修炼，教内情况安好，无事发生。龙国那边发展的怎样？龙国离我们太远，消息闭塞，再加上赵国在其中，最近两国局势紧张，边界不通，我们的人很难越过防线到龙国。就算过去，消息估计也传不回来，辛格更是飞不了那么远。让前15，前20，坤7，坤30，坤31，到紫殿峰外的据点待命，再从地煞组的教徒里挑50个好手一同前去。小姐，您总算来了。起来说话，我哥到哪儿了？大公子快到大周边境了，我们都没敢告诉他您失踪的事。若是您再不出现，大公子怕是会从边境杀回来。不用管他，就说我已经潜伏下来，安心养伤了，一切都按照计划进行。按我说的做就行。是，小姐，公子前2天来信，他以为您已经到京城附近了，问起您是否找到了进入京城的办法。就告诉他，京城有大周国运庇护，我尝试过几次都无法进入，还险些被发现。再寻找办法，你们记得润色一下哈，编得真些，最好把我在那附近吃了什么都写出来。是。寻找办法吗？这种事可说不准，我寻个半年没寻到也正常。尽快寻到这些药，送到紫殿峰附近的据点，我需要在那边养伤。小姐，您的伤严重到这种程度，这些日子都没好好养伤。剑圣全力一击，天底下没几人挡得住，不死已是万幸，现在也只是勉强压制伤势。那要不小姐你别到处跑了，
就留在这里安心养伤。不用，最近发现了些有趣的事，按我吩咐行事就行。是。另外，查一个叫激火的人，在3天内我要得到他的全部资料。是。你这里可有什么情爱话本小说，流传甚广那种？你莫要误会，这是我一个朋友想看。这是目前市面上流传最广的画本。夏姐姐，你还没睡呢？睡不着，你知道是我？看不见后我听得更清楚了，从脚步声便能听出是你。你可怨我？怎么会呢？如果不是你给我魔兵，我早就死在荒野上，又怎能为家人报仇？可是那个钱武，夏姐姐不必内疚，若是不去报仇，我又怎会遇到他？只是我们元宝是命数使然，怪不得谁。我相信他也是这般想的。你别看他呆头呆脑的，其实心里门清着呢，只是希望我离开后，他能尽早走出来。他有这帮好兄弟，干是不会寂寞的。你倒是看得开。我自知罪孽深重，难逃一死，自然早就看开了。白天使，多谢你为我说谎。姐姐对我有大恩，我这是应当做的。只是诗雅虽不知姐姐要做些什么，可他们都是好人呢。季公子也是。夜深了，早点休息。好。第二天一早，激火一行人就雇了一辆马车，朝着紫巅峰前进。期间时不时就会有想要夺宝的人拦路，每次都是激火冲过去一巴掌直接拍死，来一个宰一个，来一对宰一双。直到激火收到手下送来的飞鸽传书，紫巅峰主意识到魔人是冲他们来的，直接广邀天下英雄去紫巅峰，共同商议诛杀持有魔兵的凶人之事。现在江湖人本就在找魔人，一听紫巅峰有消息，都往那里集合了。诗雅被魔兵控制，虽然屠杀一个紫巅峰问题不大，只是杀完后估计也撑不住，到时候你面对的高手不会少，就这样你还挡得下来？问题不大，我们现在的行程应该会比那些中原人更快一步到达紫巅峰，到时诗雅杀上去就行，其他人我拦着。你这呆子还真是托大呀！无论如何，至少接下来的行程，激火他们倒是没有受到任何敌人的阻拦。就这样，直到众人来到一处峡谷的时候，激火才叫停了众人，遣散了车夫。前方就是紫巅峰，到达峰顶需要1日的路程。这九曲峡9曲18弯，周围是100丈高的山壁，攀越过去至少需要3天，因此这九曲峡是通往紫巅峰唯一的路。我便在此地堵着，为你争取2日时间。2日后，若是你没有回来，我便去寻你；若是那时你被魔气侵蚀，我便杀你；若是你复仇失败身亡，我便屠了紫巅峰，为你报仇。多谢公子大恩，我2日内一定回来。若是没回，公子下手时也不必留情。诗雅看不见，我陪他去。你可后悔？老大，你常说男儿顶天立地，做下的任何决定都会负责，也未曾教过我们后悔一词。夏姑娘如何打算？既然季公子有此心独斗中原武林，小女子当然是陪着公子好好欣赏此等盛事，也算是有份参与感。那便让我看看这江湖的英雄群豪究竟是何等模样。